我是来找你合作的。别动！别动！有个挣钱的生意找你。 瞧你这张阶级斗争的脸，什么？他不是来找你合作的，哦，他是来找编辑的。什么编辑啊？他是长风刑警支队的前支队长，叫关洪峰。我就是编辑，他来这里找我。 就是为了让市局的卧底行动重新回到正轨。我不明白把他转移到这儿有什么意义，直接把他干掉就好了。再这么说，他也是前任的行政队长，就算杀了他，也得在动手之前让他有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对不对？怎么样，关队长？是不是在临死之前还大义凛然的摆摆姿态？知道为什么道上信三哥不信你了吗？我要是代表警方来的，你们还能活蹦乱跳的在这站着吗？但凡找个人拍个脑瓜就能想清楚，警方任何的渗透卧底行动都会布控。您刚才把我浑身上下搜了个遍，有发现我身上有什么定位或者窃听的装置吗？啊？有这个东西就够。手机定位，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您随便找一个懂技术的人，看看我的手机能定位吗？怎么样？手机确实被改装过了，信号回路安装了反定位、干扰的系统。金老，我关洪峰是堂堂正正拍门的找你做生意的，你他妈这叫什么待客之道啊？啊？还有这娘们是谁呀？什么卧底行动？是什么编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连他都不知道，林佳音小姐是市局专案小组派来的卧底，只不过她现在已经不想再给公安当狗而已。别信他，他不可能不知道卧底行动。只不过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他真是派来的卧底，那我们刚才就完蛋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儿，他可是关洪峰。关洪峰又怎么样？全金港知道关洪峰这个名字的警察
都清楚一件事儿：如果公安系统只有一个人不会辩解，那一定就是关洪峰。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他妈爱信不信，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跟这姓林的穿一条裤子了？我刚才来的时候可是抱着真名实姓来的，我也没避讳我之前干警察的身份，你凭什么只相信一个卧底，不相信我呀？可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一些东西。之前的不算，拿他当投名状也没问题。你干嘛？我没有说不信任你，我没有说让你去杀他。你要知道，这里是谁说了算。各位看看他，一个看林家英，但是不要乱来。你找了这么一地儿呢？啊？港片看多了吧？哎呀，少抽一根是一根吧？行，对，忘。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啊，关队已经打进去了，现在就在这个位置，里面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中间他们进行过一次转移，发现编辑和金山他们在一起。孟仲谋呢？那批枪呢？那你觉得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吗？按照专案小组的说法，这次卧底行动破获孟仲谋的军火贩卖组织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起获那批尸枪。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批武器在哪儿，很可能无法达成这次行动的目标。要是继续放任下去，老关的安全可越来越没有保障了。你知道吗？既然哥俩都长得一样，我为什么不选关洪峰选他弟吗？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这群干刑侦跑外勤的，个个都把脑袋拴裤腰带上，生命安全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找个干刑侦的男朋友，我可受不了这刺激哦。你是说老关是干这行的，那危险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我是说，你们这群人啊，个个都不听劝。行了，啊，保持联系，记住了，有什么事尽量见面说，啊，走了。对了，说到受刺激，听你的职是为了让你保胎生孩子，你掺和这事儿干嘛？你跟关队把保密范围限定的那么严格，除了我，你还信任谁来负责联络？小汪啊，你们家小汪啊。行，好了，以后别老找这地儿啊，登梯爬高的，注意点安全。哎，行了，走了。说话。周队，我们已经完成搜查工作了，您现在在队里吗？哦，我马上回去啊，在办公室等我。快让开！让开！喂，周队。小王，我的车在中心医院边上抛锚了，快点过来接我。
你说我在支队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呢，让自己的人给整走了，想换条路走吧，还他妈碰上个卧底公安。你说我这上辈子是不是跟干这行的杠上了啊？阴魂不散的。随你怎么说，就算骗得了金山，你也骗不了我。你别扯淡，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并不是因为怀疑我才这么干的，你就是想杀死我。我就不明白了，我到底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啊？你不用明白，我现在是自由的。你猜猜一会儿咱们俩谁横着出去的几率比较大呢？哼，你也别太得意。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你为什么一直不希望我有张嘴说话的机会？我跟你有多大仇啊？你一直盼着我死啊？你死有余辜，而且你不是关洪峰。车队，简单扼要，高干的说。我们搜查了整个房间，通过个人物品来看的话，应该是独居。而且最应该值得注意的是，房间内没有发现证件、信用卡、电脑设备，还有照片等等可以获取资料和背景资料的物品。我们也没有发现现金和有价证券，而且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能够涉及到有毒品、枪支、管制刀具等等违法物品。总而言之，房屋陈设简单，应该只是单纯的落脚点。你要这么说，你们两个是白跑了一趟啊！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房屋异常整洁，不像是闲置过1个多月的样子。显然是有人在安婷死后整理过房间，那就不排除一并带走了她的某些私人物品。而且出入小区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监控录像。建议调取监控录像，彻底查一下这1个多月来进入小区的嫌疑人员。周队，您说吧。行，那我知道了，把那个现场的笔录留下吧。这件事儿先暂时不用跟进了，这法医队帮助小徐尽快完成尸检。好。期间案子不能放下啊。这车我查了一下，刹车油啊被放空了，是不是因为老没做保养了？当然不是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那样，是这技术队啊给查出了一个结果，刹车盘是故意被人损坏了，所以啊这车从开出去就开始漏油，直到漏光为止，所以这刹车也就失灵了。结论呢？不是。这还有什么结论呢？啊，我的哥呀，这车是不是您开啊？啊，明显是有人害你啊！那费那么大劲，就为了造一个意外现场？对。我看啊，咱不妨把这个车库的监控啊，咱查一遍，然后您好好想想，到底是谁想害你？那咱们队所有人来都得让这过个堂来，这不胡闹？也是啊，那这个您行了，抓紧修吧啊，然后再给我找一辆来。行啊，来，别跟别人提这事啊。放心。不好意思，管队长，多有得罪呀。金山，你什么意思啊？三哥也丰富，既然关队长带了财路来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凡事都有个礼尚往来，既然这头开成这样，我觉得这生意啊，咱们还是算了吧。哎，关队长，请留步。
金老，我实话告诉你，本来呢，我确实打算跟三哥好好合作一下，可有件事儿你得闹明白了。你们在江湖上就算名号再大，你们不过也就是贼，找你们合作是给你们脸的，想弄死你们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说捆就捆，说审就审。这娘们还差点一枪干死我，真当我关洪峰给个枣就甜呐？啊？不愧为是刑侦队长，说话就是横。啊，既然你真的想走，那何必要确诊我们呢？江湖嘛，难免会受一些委屈。这样吧，你说一说，我听一听，至少不会让你白来一趟。至于能不能合作，我可以保证，让你毫发无损的离开。请坐。我呢，有充足的货源，价格公道，质量上乘，而且渠道稳定。不过有一个原则，就是出货绝不能在金港。说到这儿，我想到你们三哥为人老成持重，是个讲究人，很少涉足我们金港，怎么这次跑这儿做生意来了？我们这一次来金港，就是跟以前的客户谈点事情，不是来撮货的。哎，关队长所说的货源，能不能再具体一些？我们刑侦支队大部分的案件都有物证环节，一旦定案审结以后，所有的物证都会封存，然后移交到市局归类。此后20年，不会有人再去了解物证的情况。关队长这么说来，那你可以把那些物证调拨出来。哼，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支队管物证工作的都是我的人。说的倒好听，所有作为物证的枪支都有弹道备案，如果销售出去，但凡有一支被起货，就立刻会释放。没想到你的样品膛线都被错掉了。没有膛线，精准度会严重下降。你做这种生意，还要提供质保服务啊？啊？听起来都很不错，不过我不明白，你关队长，你为什么对这些营生这么感兴趣？我做这个已经不是1年2年了。啊，有个叫叶方舟的小子，你认识吗？不认识。啊，不认识也没关系，你们三哥肯定知道。他以前是我的手下，后来背着我干起了这方面的买卖，让我给开了。做我们这行的，要想细水长流，必须得有规矩，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在北方出货。反正呢，话也说清楚了，还是那句话，这次合作肯定是没可能了。回去告诉孟正谋，别在金港闹事儿，赶紧滚回南方去。我先走了。哦，对了，手机你得还给我吧？那枪呢，我有的是，你自己留着玩吧。这样吧，货我留下，我们银货两清。怎么样？关队长，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的。要是想坐下来重新聊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的要求很简单，杀了他。让他们杀了林佳音，你疯了？哥，跟这种禽兽打交道，你不懂的。像你那套形式上的正规的手段根本行不通，更何况这林佳音他已经辩解了，对吧？而且还一门心思想弄死我，那我觉得他就是咱们真正继续渗透的最大的障碍，真的。林佳音，我知道他
他是不可能辩解的。嗯，他也是这么说你的，然后他就差点一枪爆了我的头。金山什么时候答复你？还有1个多钟头，交接吧。哎，别开什么玩笑啊！你进去根本玩不转的，更何况你看看现在都还是夜里呢。给金山打电话，跟他说要跟他谈点别的，约个地方见面。哥，这样对咱们的策略很不利。就算是要换你来，那也得等1个半小时以后，至少让金山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对吧？那万一见面的时候他直接把林佳音的尸体交给你怎么办？哥，我就奇了怪了，你跟这林佳音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他跟专案小组都已经断绝联系了，还帮那个什么金山摆脱了监控，就差点一枪就宰了我。你倒好，你就这么轻描淡写一拍脑门，你就坚信他没有辩解？等一会儿我出去以后，你和崔虎负责外围监控，崔虎会有选择的把情况通过亚楠转给周巡。周巡？周巡差点出事儿，你知道吗？出什么事儿了？我来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有人把他那车做了手脚，差点出了严重的车祸。哥，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认为这是巧合吗？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还能找谁说。也就是说，安婷家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那赵倩不正常，你跟周巡说过吗？回来以后，我一直跟师姐在一起，而且周队那个样子吧，不过，我给关老师打了个电话。什么？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起这个事儿了。不过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我，就把电话给挂了。以后这件事儿就别往外透露了。您的意思是和周队和关老师都不能再说了吗？都别说。那关老师……别给我提关老师的，以后你给我离他远点。关老师，你也不看看他多大岁数。哎，下来一趟吧。说话呀！哎呀，怎么样？查了周队，药品里是维他命，没有任何可疑成分。整整笑了3天了，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手里拿的是什么？拿过来。用浴霸不能造句。昨天我家浴霸不能用了，洗个澡冻死我了。欲罢不能。最右 APP， 超搞笑的视频，超恶搞的段子，还有脑洞大开、神评论、神套路，尽在最右 APP。没事儿，千万别下最右 APP。走啊！
什么？怎么，关队长，等得不耐烦了？你给我的提议，我考虑的差不多了。只要你同意跟我合作，我可以杀了林佳莹。我之所以提前来见你，是因为我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觉得杀他不妥。这是什么意思？之前我是欠考虑，你也知道，他是警方的卧底，现在擅自平白无故脱离了警方的卧底行动，专案组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咱们惹那个麻烦干什么呀？那我就不明白，按你的意思，我们该如何处置他？怎么处置他可以再商量，但是杀一个警察，确实不是小事。不过他已经脱离了警察的身份了，只是他自己脱离了警察的身份，别人并不知道。在别人眼里，他还是个警察。如果我们杀了他，势必会激起公安部门更大的反扑，到时候别说合作，能不能活命都不知道。不愧为是匡队长，想的就是周全。老实说啊，你当时给我的提议，真让我感到很为难。佳音投靠我不说，他一来就给我送了一份大礼。你说让我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真是让我下不了台。不过，关队长，你既然如此的深谋远虑，那之前为什么那么的鲁莽？这种出尔反尔的空降兵，我都有新的看法。你就算望眼欲穿，也不可能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那个金山没什么脑子，我倒是不担心。主要是那个林佳音，一个便捷的卧底探员。实在有点难预测。你真的不认识他？听我哥那意思，好像跟他挺熟。熟？岂止是熟，他以前是我们队的。你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那会儿整个支队上下，我的眼睛里只有你一个女的。这会儿还有心思开玩笑？坏了。怎么了？我要是金山的话，关宏峰跟林佳音只能留一个，我选哪个？这金山是来京港做交易的，一个针对他的专案小组的便捷卧底，和一个半路里杀出来的前刑侦队长，哪个更有价值呢？更何况我哥进去是阻止金山杀林佳音，出尔反尔，这是策略上的大忌啊！不行，我得进击他。你去干嘛啊？我哥有危险，你赶紧给周鑫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带人来收我。可是现在是晚上，对你哥来说太不方便了。何况你在这儿呢。来不及了，救人要紧，赶紧打电话。谁来找的你？是你闺女还是小赵？闺女。彤彤说啊，赵倩有点奇怪。到底是负你的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她比我想象的要聪明。我指的是你闺女。彤彤来之前呢，
给关宏峰打过电话，现在知道这件事呢，就我们仨。我叮嘱过彤彤，就别把这件事在外传了。白痴啊！哎，你什么意思啊？拜托，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正是我们想让他们知道，自然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嘴把它传出去啊。叶方舟那边，小周是最好的出口，你跟着瞎马什么旗啊？反正我反对让彤彤牵得这么深。安全问题你放心，他在整个事件的最末端，没有人会针对他。这不，还不到半天，就有人对我的车开始做手脚。哎，你要是让我参与这件事的话，就得给我露个底。你还想知道什么？首先，安婷的住址，你是怎么知道？老关看过安婷身上所有的证物，再结合她租的那辆车的情况，交叉对比排摸，最后再集中调取其中一个小区的监控，自然就中奖了。啊，关宏峰，还真是关宏峰啊！那你们去查过吗？当然。不是，那你还让这俩丫头片去干什么呀？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这么说，他俩……对，我查过，但不知为什么，这部分在小赵的档案里没有显示。不出意外的话，小赵就应该是安婷他们家收养的那个女孩。对，照片我们没有拿走，搁在书房的抽屉里了。啊，我明白了。你让他去，得到的反馈是一无所获，这就证实了他俩是兄妹关系。只是这个赵倩刻意隐瞒了这件事。如果你还要问我为什么非要派你闺女跟他一起去，这也是老关的主意。如果派赵倩一个人去，反而他会起疑。你说说，这全队上下，我还能找谁？那除了这些，你们还搜到了什么？没有。老关也发现，房间有明显被清理过的痕迹，别说是可疑的物品，连指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我觉得哪地方有点奇怪。对啊，房间既然被清理过，为什么偏偏留下这张照片呢？有意思吧？也就是说，他们故意让我们知道安婷和小赵的关系，而小赵却不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么做，是要让叶方舟和他背后的人以为我们的调查是按他们诱导的线路进行的。可你和关宏峰这又唱到哪一出？我是说，你俩这戏啊，演得可够深的，可瞒不过我。昨天案发现场你俩没去，又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这部分你没必要知道，反正你脑子也不够使的。喂，你好不了哪去。好了，三哥说过，反复无常都是小事，合作这些事情，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他妈的光匪也好，警方派来的卧底也罢，竟敢又如何？刑侦队长又能怎么样？钱在我手里，我想奔谁就奔谁。既然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除了我们这一单你应得的那一份以外，星光的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人情。你没搞错吧？刚才在仓库的时候你不让我下手，现在反倒要让我杀了他。别管他，崩了他。我跟你保证，在三哥面前，你至少可以跟我平起平坐。
瞧你这张阶级斗争的脸。哎，森田小姐，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佳音小姐你是认识的。哎，这也是我的好兄弟，关宏峰，关队长。他跟佳音一样，以后是我新的合作伙伴。就你一个人？对，怎么说这也是专案小组卧底行动的一部分。我要是从支队叫人来，那保密范围可就控制不住。那你通知市局没有啊？哎呀，我还没有想好，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编辑林佳音已经辩解，他不仅投靠了二当家金山，更对关队产生了直接威胁。怎么讲？这也怪专案小组。你说一上来告诉我们卧底探员的名字不就完了吗？不至于搞成现在这样了。你们认识？哦，难怪你不认识。那会儿你还没调来跟关队搭档呢。林佳音是关队的徒弟，跟过关队2、3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消失了。他在队里那会儿不太起眼，跟大家也都不太熟。哎，对了，你刚才说林佳音辩解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亲口承认的。关队刚渗透进去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试图戳穿，而且还险些开枪杀了关队。怎么说也算是新相逢，一上来就要上老关。可能是基于过去的了解吧。他一再向金山强调，关队是绝不可能投身犯罪的。关队也一再强调，林佳音是绝不可能真正辩解的。老关是这么说的吗？我觉得他这么说多少有些情绪化吧。你想啊，抛开他怎么对待关队不说，他要是没有辩解的话，为什么要跟专案小组中断联系呢？哎，反正现在关队凶多吉少，你就赶紧通知市局把他们拿下吧。哎呀，一笔枪的下落。也对啊，不管市局搞什么专案行动，咱都没有必要把老关打进去啊。要是林佳音真的辩解了，那赵新成有什么必要为他来跟行动指挥较劲呢？怎么了？是他们下手太重了，洗洗吧。你们俩怎么也纠缠进来了？先是你弟，然后是你，搞什么呀？3天前的行动不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为什么跟专案小组断绝联系？
赶紧找个机会脱身。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来和金山合作的，但我是。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爱假装无悔，为爱赎罪。谁青春无悔，请勇敢一杯，逆风踏理想，一光三黑，开往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星光凋谢，迫在眉间，轰轰烈烈，代价不限。人海茫茫，无风起浪，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爱假装无悔，为爱赎罪，谁青春无悔，请勇敢一杯，逆风踏理想，一光三黑，开往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星光凋谢，迫在眉间。白天的夜。